反应很快，我们处理事情，是的，但是后天就可以了。对对对，就耽误了几天。是的，老板带他们去泡个脚，按个按摩是吧？个脚啊，秋秋怀孕来和我干嘛？说明，这是秋秋的话也是这个，给大家说实话嘛啊，也是爸爸准备回去嘛，也是想着来这边做个思维彩超嘛，也是这个就是这个事情，最主要就是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拿，东西拿也。我看那个活口现在是比可真可以。活口现在可以啊。什么都可以啊。啥都有。他说带爸爸和小苏去按摩。带爸爸小苏去按摩也不是不可以啊。大家觉得行不行？小苏吃太饱了。过年休息回去吗？过年的话，休息可能这个因为肚子太大也不方便，说实话啊。我们现在孩子也快五个多月了啊，快6个月了，马上6个月了，22周5天是多久啊，哥姐？22周5天有多少个月了？上不了啊。我爸爸手好了很多了啊。对。很多了，你看嘛啊，好了很多，看见吗？也很多了，我爸爸只是昨天为什么背那个这个动态心电图和动态血压了？因为他也是高血压，因为他吃降压药嘛，降压药吃了的话，他这个心跳就有点快，好像是。今天我走了，他背着是。103平均啊。103，但是有点快啊。他说他明天找了个心血科的看看。开始他是这个明天重新再看一下。我家孙子比小松外孙比小松小孩大2个月。要跟你爸爸一起开播，每天可以播，就跟你们在这边啊，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话还是要围绕题材，是不是哥姐们？就像我们在越南播，但是没有题材也是一样的，跟现在也差不多，是不是哥姐们？你们不得不反驳我，是不是？你们不得不相信小松说的事实，是不是哥姐们？回国没流量，对不对，朋友们？我们账号就是这样子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咱们账号就是这样子的，该发视频发，只要回来没流量，我也不知道为啥，哥姐们。所以说弟弟也不想，也想努力嘛，是吧啊？也想自己努力把这个给他做好一点嘛。没有题材拿来的流量，哥说的太对了啊！因为回去的话，说实话，多一个人多点力量，打一把。身体怎么了？他也头痛，全身痛，但是他喉咙不痛，我喉咙痛。那就是啊，现在感冒了，感冒。六叔不是感冒要3天啊，六叔啊。他刚吃完。不是，我们回来了，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回来了的话就是有点这个停留不住哥哥姐姐们啊，对，这也有一点，对，还有就是茶叶很重要，小陈哥说很对啊，160天了，不是加油，大象姐姐，最近可不要回来，后天回哥姐们啊，要跟你老爸们一起开直播，每天可以开播，就跟你们在一起，要你跟你老爸，我老爸也不会开直播跟你们啊，都是明年的话也是为自己做一些这个题材嘛。对，我们走的赛道也不同，哥姐们，咱们这赛道的话，大家都是看这个修房子嘛啊，只要请个娃娃机在这里，大家都喜欢看。你们还记得吗？大家记不记得小时候房子娃娃机那天啊，我们直播间好像是3、4万为哥哥姐姐们，你们记得吗，朋友们？小资房子来娃娃机来的那天是儿子晚上。晚上的晚上。对，大家记得吗？晚上的那天娃娃机都来啊，小时候那天，大家都喜欢看这些啊，记得啊。哪个肚子真大？让秋秋回四川回去过年，感觉后天去老张家里哥姐啊。对，继续做好题材吧。这个就是看嘛，这2天我们在这边也是试了一下，是不是哥姐们？这个就是想，也是你们也看出来了是吧啊？而且这2、3年我们也是来回走了很多次，没什么，说实话啊，哥姐们啊，也没什么流量，也要创造流量才可以，是不是朋友们？说每天一定要创造流量才可以的。小时候的猪安排了个，安排给全城吃，回家搞刷时间就算了，哥姐们啊。我拿出来。回家搞个刷时间也就算了，哥姐们啊。大哥的话，对，好像没办法，秋秋回巴中过年，秋秋应该不回巴中过年，哥姐们啊。应该不会巴中过年，安排了，猪安排了，请全国网友来吃饭，搞个杀猪宴，然后地方也不够停车啊。搞个杀猪宴的话，现在可能也没什么，这个哥哥姐们肯定也不会来啊。大家在这里说来，到时候肯定真的不会来。哥姐们看，这就是云南河沟的县城，哥姐们看吧。这个包我看这边是建设银行，这边是什么小区？我不是很清楚啊，哥姐们哈。对面就是他们云南老街，看吧，这边。我吃了，我们吃了吧？我们吃了。现在去我家吃吗？好吃吗？还好吃。2个不贵啊，爬爬干好吃。现在四川爬爬干这个好吃一点，那个有点干。没事可以。爬爬干上市了吗？四川的？我这个好像是成都的。
对吧？ 100太便宜了。其实这几天的话，天气不怎么冷，还行，对吧？前几天还冷一点。100可以啊。3姐和你睡一个房间吗？我跟3姐，我们还有休息，我们住这个房间，哥姐啊。我们3个人啊。感觉行不行？可以吧，哥姐们？这个没问题吧？老宋和这个小叔睡啊。我们三个睡这个房间了。光说空话。现在是梨子，不是苹果。对。这是梨，不是苹果。你的房间有苹果？我知道。哥也是个不行吗？大家祝你生日好。啊，这爬盘好吃。那个有点硬。我打麦粉粒。老宋不要有压力，身体要紧。麦，你说我。麦，你说我粒。来我了。爬盘现在上市了吗，哥姐们？上市什么意思啊？就是现在卖了没有在？这个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四川的爬盘，哥姐们。我看那个外面的话，它写那个。写的是什么啊？那可能是四川的。看你的话就写。它写是有那个。早就卖了是吧？爬盘好吃啊，哥姐们。不对，适当开一下玩笑嘛，大家就当我开玩笑好吧，哥姐们。兄弟们，大家当弟弟开玩笑吧，好不好？对呀，心情大家也好一点。是的，反正也没什么看的，就聊天在这吹牛，说实话大家也不太喜欢看，是吧？聊天吹牛一定有一个主题，是不是，哥姐们？是的话打一波是。太震撼了。对，一定要有一个主题，比如就是说就是小叔在那里贴地板砖，就是小叔在那里弄这个台阶石，咱们这样才能吹得起来牛，知道吧？比如说老丈人在这里干嘛干嘛，老宋在这里干嘛干嘛，是吧？这个才有话题说，你光这样吹牛聊天，你没有才艺，你说实话不行的啊。特别的在啥？你看嘛，特别的这个好看啊，是吧，哥姐们？好吗？你说他嘴巴怎么这么小，朋友们？你看。他还小，所以他嘴巴一模一样啊。我嘴巴也小。我发现你们越南女孩嘴巴大3姐啊，往3姐嘴巴来看一下，看一下，3姐嘴巴也不是很大啊。不算大。 3姐嘴巴大，比你大。还好。 3姐你嘴巴闭着我看一下。3姐嘴巴还是很大啊。嘴巴大的还在说非洲。不是，他们女孩嘴巴本来就大，是他们的特色，实话实说。但是我觉得不怎么大，也是标准嘛。对呀。说大的话要都这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女人还去打针这个给一个很大吗？对，他们很喜欢这个打针这个。就叫。这么牛，嘴巴大吃4盘吗？嘴巴大吃，哥也说嘴巴大吃的多一点。朋友们，我们这边是讲究的是这个樱桃小嘴是吧？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他说樱桃小嘴好看。那边它流行就是，它如果小的话，它去打大一点。对啊。就是这个。什么不好你都说到我的。没有我就是说你们越南这边的话，女孩子嘴巴都大。那你还找这个越南干什么？但是球姐嘴巴不大，我说实话，你看没他不是很大，你看，也还挺大的，嘴巴大好啊，大家都说嘴巴大好，你看到没有？你不知道他们还花钱去打嘴巴这个大吗？真的吗？去跟3姐比一下，哪个嘴巴大一点？我嘴巴小，哥姐们，小宋嘴巴小啊，是吧？我嘴巴小，哥姐，嘴巴笨，嘴巴大的这个说上。好朋友，我们这里是这个云南河口啊，现在还没有到老丈人家里，应该这个明天后天到人家里。那小孩像我吗？不是像我，哥姐们是，不然是这个你总不能说像3姐吧？总不能说像这个，确实像我，哥姐啊，我也不知道像不像我，这真出来才知道啊。不是我说就这样，你跟3姐说，今天我都跟她说越南女孩嘴巴大，是不是啊？我现在说了好多遍，我说越南女孩嘴巴大，而且我在看了嘛，这边这么多越南女孩嘛他们那边特色就是嘴巴大，哥姐们。不是嘴巴大，是嘴巴就是真的是不会说话的。但是你说嘴巴大的话有点过分，对呀，就是有点过了，就是它是就是意思。比嘴巴大一点是吧？对。老宋听不下去了。真的，如果不干活的话，这个吹牛不行的。真不行啊，真不行，因为一定要有一个主题。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这个，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反正我们这边只要这个，做什么，反正做不好都有人说，做好，反正只要做好的，他们就这个更讨厌你，做不好他就反正就说你，不知道怎么弄，我跟你啊，
好的，你直播间你是好的哥，好的情况，现在的话，弟弟这个，心态好很多了，大家肯定也看得出来啊。现在我心态比以前好太多了，对的，重说一点，以前我就会很难过嘛，现在我想的是，反正你怎么做都有人说你，还不如这个笑容乐观的去面对，是不是哥姐们？小文在挣奶粉钱啊，这也不说挣奶粉钱嘛哥，也是这个，因为我们直播间这么多哥哥姐姐们，你这个，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哥呀。粉丝都看明白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哥姐们，你们说我是什么样的人吗？反正我想你们讨厌我的人，你怎么样他只会更讨厌你，是吧？那天我发老丈人那个好多人还说老丈人，我觉得真的老丈人那么善良的一个人，就是我面对屏幕的时候，我也不是说嘻嘻哈哈的笑啊，哥姐啊，我想表达的是，我看到大部分人他们都在说你，然后我不开心的去面对，然后就是愁眉苦脸的来直播间来说这些问题吗？那也不合适，是吧？他睡着了，我坐这里跟你聊。给他说一下。说你的人一毛不拔，刚下班喝一点就看宋秋，现在哥也不能说眼红哥，怎么说呢？可能自己也有原因吧，自己也有自己的原因啊。说实话，以前的时候你们求求嘛我就一直在找自己的原因，说哪里做的不好，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我们直播间每天都有那么多哥哥姐姐说也你不去做这些事情，他只会越来越凉的，知道吧？因为我在直播间可能也是我在。说过多少次，我从来都没把自己当做一个主播或者一个网红是什么的从来都把自己以这样的身份，我都是觉得大家是在帮助我们，是不是哥姐们？可能是因为这一点大家就觉得我们说我们这些教育我们这些是怎么样吧？是的。可能跟别人直播方式不一样或者怎么样，是吧？无论你怎么努力，我不是说想我们再上升怎么样，我只是想维持现在就可以了。有个1、2千、2、3千位哥哥姐们看我们，已经都很心满意足了。这个买地的怎么样了？这个啥的这个，说实话，就拿买地来说，弟弟也是做题材做流量，是不是哥哥姐们？也是想把我们的自媒体之路做下去，因为哥哥姐们就喜欢看这样的赛道，我没有办法选择我想笑呢。因为弹幕都是说我的，我以前的话就会很难过把这个负面情绪带给直播间，是吧？现在我的话，我觉得我改变了一点了。我说实话，大家你们看我这么久了，肯定也看得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人，很容易这个崩溃的。像他们人说我特别容易崩溃的。现在的话，因为看的太多了，说实话，看到我讨厌的人太讨厌，不只是讨厌我哥姐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你们讨厌，包括那么善良的老丈人哥姐们，你们都好多人都是说他。这样子看得多了就正常了，对的。好的哥。也不能说我为了越南人哥可以哥姐们，但是你们想我现在你看嘛，就是流量来说的话，我必须在那里做哥姐们，弟弟必须在那边做这个才可以是吧，哥姐们？大家说实话还是倾向于看那边，对不对？而且大家也是很认可他们一家人，是不是哥姐们？对，回来这边没什么流量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什么才艺，是吧，三姐没什么才艺，每次我们回来都流量不是很好，说实话，大家也知道，是吧？对，然后国内的主播太多了，优秀的主播太多了，优秀太厉害太多了。咱们只能在那边拍视频，是不是？也是我们有这个机会嘛，把这个视频没想到大家能认可我们的基础生活。我公仔了没有？阿伯买地间房，哥你们不要说了，我一直在说，哥回复一下你。我从来没有说给大伯买地间房，哥。胡子我也没说过大伯住过来，因为大伯的话，他觉得胡子在哪他就在哪里，所以说我也就没有对大家隐瞒，包括我生日他都是没有对大家有隐瞒的，就给你们说出来了。是的，怎么说呢？大伯的话也会安排好的这个事情，哥哥姐姐们你们放心吧意思说，我们的意思是没有说要大伯过来住，对不对？哎呀，我坐这里吧坐这里吧有点累，送朋友。我不做。没事你。反正这个反正是住在这里的一起。我不要住。开玩笑胡子叔住1万个高兴，胡子叔真的很那啥的。我们那房子也是给胡子弄的，各位姐妹，是给胡子送的。你们去看嘛，各位姐妹。其实我现在心态已经很好了。现在今日头条上面来说我的，你看我们评论区说我的一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各位姐妹。说实话，你们说我哪里做错了？我可能做错了，就是很多人支持我吧，这个可能我做错了，是吧？也不知道为啥。
还有就是你们看我在外面做的这些事情，而且都是为了家里人好，是不是？给他们从赛的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哥姐们？哎，跟哥姐聊天啊。老宋在旁边直播3年了，还没学的不懂，大宝不处理好直播人上，大宝一定会处理好的，哥姐们啊。所以才有流量。但是这说我的话，但是直播间好多哥姐不知道，是吧？就影响说你的人太多了，就会影响到更多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真实的想法，我并不是说这个有多少米，赚多少米。你看嘛，接下来我要去做题材的话，那就要买地，买地的话都要那都是40、50、50、60，再去小叔开工资，再去给人开工资。说实话，不会那啥的，朋友们，知道吧，朋友们？好，其他我就不说了，哥姐啊，你们可能都明白了是吧？我就是想做的越来越久，知道吧，朋友们？哎，不让大宝住，哥。其实不让大宝住的，你们如果说让我在网络上把这个话说出来了，也有人喷我，你信不信，哥姐们？那喷我的人只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小宋这个小伙子一点同情心、一点善良心都没有，是不是，哥你们？反正横竖怎么做都有人说你，因为其实我还是比较大宝那个也是挺那啥嘛，我知道，哥姐聊天嘛，跟哥姐聊天也是挺开心的，说实话，其实啊。周三姐啊，跟哥哥姐聊真心话嘛，这会儿没什么讨厌我的人，看嘛，讨厌我们的人是吧啊？都是挺好的，说实话，这会儿跟哥姐聊会儿天嘛，朋友们。其实我很喜欢，小时候我就是很喜欢这样的聊天的气氛的，好久没这样聊过天了。以前在那个前段时间确实是有点太商业化了，哥姐跟你说实话，因为，哎，这些我都不能说啊，因为我想这个作为一个正规主播嘛，合格的主播啊，其他我就不说了，哥姐们啊。讲的那个啥，聊会儿天挺开心的，是不是哥姐们？但是说没打的时候，我也打的，我也几乎每天都有啊，都有打。其中是吃卡的亏啊，一个人团翻这么多倍吗，哥姐们？真的。上一次非常好啊，哦，好的，哥姐，好的。还在今晚直播，是这边的话是的，这边的话因为只能这样子聊天，哥，没有那种的话，说实话，你这个。没有那种也不知道怎么播，这个是小松说的心里话，各位姐妹们。其实昨天晚上小松也很想开播的，和球球是吧？球球啊，包括三姐也是。我们想的是在这边也不知道怎么播，没有内容，光这样尬聊，说实话，哥哥姐也不太节奏大不说嘛，大家也不太想看，实话实说，是不是哥姐们？大宝的儿子现在做梦都会笑醒嘛。大宝的儿子怎么说呢？他也是像三姐和球球说的，这个好像他没有自我的这个生存没什么能力嘛，没什么人养他爸爸，他好像自己都没什么能力，是吧？然后他妈妈在养他，啊，总的来说是吧，三姐啊？他妈妈在养他，然后他没什么能力。他也有一个病。有一个病好像是，他们2个人这个也是离婚了，然后他妈妈也不可能管这个大伯的。你们说离婚了怎么管是吧？对。大伯也是挺怎么说的，哥姐们？但我们不是为他说话，朋友们，他是真的他现在自己确实是有点病，但是他难也是，三姐，我们不得不说大伯也难，说这个确实也是啊，确实也是难。但是有的时候他真挺那啥，挺也不容易的。老婆也不管他，儿子也不管他，他也没有办法。他不在老人家里，他没办法。他现在又去打不了工，也赚不了钱。但是他可能也有一种自己躺平那种。但是小宋也是一个善良的心，是不是啊，哥姐们？但是我又怕你们说我。谁都想这样是吧？但是他没办法，他没办法，那种就是他没有办法，哥哥姐妹，真的，我肯定也轮不到我管，哥哥姐妹，我这样直接说嘛，就是好多朋友们说不让大伯这个怎么样是吧？其实老丈人家里，你看我没有来去那里之前，是不是三姐啊？老丈人已经是养过大伯几十年了，哥哥姐妹，是不是？有的说很难说，反正我怎么说都有不好的这个事情，对。也不是说你来嘛，我们从来以前很多年了，以前很多以前，我爸都是讲大伯和胡叔叔了。对，就20-30年了，也有好多朋友们说我建议我在老丈家里修个房子做个题材，但是哥哥姐姐们在老丈家里修的那就纯属是为了题材了，不偏，我实话实说，是不是哥你们弟弟说的对不对？
老人家的其实后山后面那里也可以挖，也能修个房子，前面那个院子也能修个房子，后面那个棚棚那也能修房子。但是在老张家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啊。老张家里也不大，说实话啊，他们那个地房子摆的很不很，中不中，尖不尖的，是不是哥姐们？要里面一点没里面点，要边上一点没边上，刚好摆在正中间。那以后小舅子有个儿子，万一有2个儿子怎么办？那还不给他这个打起来啊？是不是哥哥姐们？这说实话，那个小舅子那个也不太好弄啊。我父亲也就是很支持我买嘛，哥。首先来说，如果说买地的话，发展的好的话，我跟秋秋以后压力肯定就会很小，因为他们那边地增值。你们不了解越南这边，可能了解越南那边才知道，他们这边地很贵的，朋友们，超级贵的。他们这边地有商业价值的地，我就更不用说了，哥姐啊。没有大几十个大不对，你买不到有商业价值的地的。后天熊猫哥，后天。所以说我爸爸也是，我们之前看的那几块地嘛，是吧？我爸爸的意思就是买是很支持我买的，但是他是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如果说怎么样不好的话，我们可以马上把那个地给他转手，不会烫在手里面，懂吗，哥姐们？你们懂我意思没有？能进能生，差不多这个意思啊。对，就是意思就是买块能出手出得快的地嘛，是吧？如果说做得好，有发展价值很大的话，那咱们就无所谓，是吧？我们也要给自己留一个退路啊，是不是，哥姐们？我老宋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哥姐啊，对，能进能退，对，老宋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为了一个地去做专门去做题材，哥姐们，说实话，如果说为了一个地专门做题材的，我们早就买了。也不会考虑这么久，是不是三姐啊？早就买了，也能买得到，哥姐们。但是我们不能当冤大头啊，是吧？别人坐地起价，你不能马上买啊，是吧？对。但是我经过这么久的实际经验，我觉得在他们那边买地啊，你犹豫的话，他们都会给你这个变成一个不正常的人，都要么就是这里老婆不卖，要是老婆不卖，老公不卖，要是再考虑。哎，我不知道。地都不想卖的。都不想卖啊，三姐啊，都不想卖。哎，哥，你把你说的什么出现问题这个的话就扯远了，哥，咱们是平头老百姓，是不是，哥你们？跟我们可能也没什么关系，是不是，哥你们？落叶归根，那肯定要回去的，哥。到时候我们孩子的话是在东兴上户啊，到时候三姐现在孩子马上出来了，为什么买地这么慢呢？就是我要考虑能进能退。好的，黄生哥，祝掌声高哥晚安，祝高哥晚安。掌声哥晚安。哥破费了，哥，能进能退就是好的。对，当机立断。实拍建房才能为生存保证人，是的，哥姐们。而且我建房，如果说我建房的话，说实话啊，给大家说一个掏心窝里的话，哥姐们，我不想在他们那个村里面去找地建房，哥姐，给大家说实话，我想。